我是老板，我们6月的影片啊，从同居试婚再到婚前评估表格，这礼拜我们感情顺利，要再更进展哦。我们要来谈生小孩前要讨论的事情，提醒大家，生小孩这件事情一生下去可能就是20年以上起跳的一个问题，而且不是离婚就可以解决的。他有多糟，离婚就可以了。但是离婚，你们2个生的小孩还是在，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还是在。也就是说，生小孩要比结婚更谨慎，请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，尤其是女生哦。如果想要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好，生小孩前请讨论以下7点，很重要又很细节，拜托认真仔细听哦。1，你们是为了什么想要生小孩？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？因为太多人都漫无目的，或者是太有目的。那你们是哪一种？你跟他的目的是一致的吗？好，例如很多人都觉得结婚本来不是就应该生小孩，这个叫漫无目的。漫无目的，他没有目的啊，他就是觉得结婚就是要生小孩啊，甚至有人听到她男友说哪有人不生小孩的，他就是觉得应该要，没有为什么。时间到了就是要生啊，这个就是他没有特别的目的，可是他觉得一定要生。那太有目的的那种，就是例如我不生小孩，以后谁养我？我以后老了生病坐轮椅，谁推我？谁带我去看医生啊？这种就是太有目的，他就是养儿防老的目的嘛。因为他以后要有人照顾他的一个目的嘛。好，那你们生小孩的目的如果完全不同，或者你不能接受他这种目的，你们就很不适合一起生小孩，因为你会觉得你生一个小孩是要来养儿防老，所以怎样？他以后人生就来照顾你，那所以你是要生一个免费看护就对了。你还是要养他，你养他是为了以后他养你，对啊。那有些人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，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小孩就是这个功能，哪里错了？我们今天这集不讨论谁对谁错，我们只讨论你们2个人观念合不合，因为如果不合，一定会吵翻天。所以拜托先理解你们对孩子这个事情的意义跟目的有什么不同，如果很大的不同，一定没害啦。第2点，想要生几个，是1个就好，还是一定要1男1女凑个好？我实在听到太多的家长都是说，他觉得1个小孩太孤单，一定要再多生1个给他当伴。这样有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是我觉得你不会知道以后小孩的人生是怎么样的，你也不知道他以后跟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是形同陌路，或者是互相争产的？我觉得这个是很假设性的议题。想太多，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支持他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是践踏他的那个？对，这你不知道啊。我们的兄弟姐妹有真的都是很支持我们很好的神队友吗？没有，很多人是被兄弟姐妹气死跟拖垮的哦。对，所以不知道，你应该考量你自己跟你现在的家庭生活经济状况，能负担几个小孩，以及你为什么要生。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？你刚才说的那个有人想要有个伴，那个我很常听到。我也很常听到有人是说什么他以后会很孤单，他独生子，或者是他自己是独生子，他觉得他自己很孤单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他就觉得要生3、4个让他们是好朋友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是好朋友？然后你怎么知道他会跟你一样没朋友？对，这都是你自己假设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不用这样假设，因为他的人生不会跟你一样。他有他自己人生的发展跟交友圈啦，长大就有朋友了。对，你生小孩给他当朋友是有点奇怪对，或者是你自己很怕孤单，然后你就觉得他也需要有人陪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怕孤单的人呢？搞不好他想要自己一个人。对啊。第3点，对方或自己有没有性别上面的要求，一定要生男的还生女的？有人有这个想法哦，他有没有让你知道？你们有没有沟通过？你是不是在生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硬要生个男的，不生那个男的他不停，或者是他一定要有个女儿，他就是要找到他的前世情人，没有生到一个女的他不行，这些东西都要先沟通哦。如果没有办法做到，就要一直生下去吗？有没有妥协的空间？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吵架的地方。那我真的也觉得先讨论啊。硬要拼一个男或拼一个女的出来，苦的都是女生呢。出精子很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那个怀孕啊，或者是要去做试管啊，要干嘛？其实女生真的很累很痛苦。第4点，那你生完小孩之后是谁要养小孩？全部都共同分摊，还是1个人赚钱，1个人带小孩？还是你们会2个人都去工作，但是放托婴中心或请保姆？还是已经想好的是由公婆或娘家帮忙？这个你们有没有讨论过是怎么来分工，怎么来处理？男生就说给我爸妈带啊，女生就不想给你爸妈带啊，那怎么办？小孩就生出来了。你现在没有共识是打算怎样？小孩可以再塞回去吗？没办法啦，那怎么办？然后这都还是3岁学龄前的事情哦。学龄后呢，是要上公托还是私托？这个当然有时候是经济考量，可是有些人不是经济负担得起，但是我不要，我不愿意，或者是我们经济有点负担，但还是想上私立的，这个是用钱的价值观。对于小孩上面的花费，你们有没有共识？第5点也是超多人吵的，对于坐月子这件事情，到底是谁要出钱，或者是要不要去月子中心？因为有很多男生预设立场就是我妈顾你就好啦，干嘛花钱去月子中心？谁想啊？对，那女生不想，可是你们有没有讨论过？你怀孕了才在讨论吗？来不及。对呀。然后怀孕的时候在那边为了这件事情吵架，或者是好可以坐月子中心，可是他认为要 AA， 然后女生就觉得是我在生小孩，你不用怀孕生小孩，可是你还要我跟你 AA， 那小孩谁来跟我 AA？ 可以放一半占肚子吗？大家是谁出什么谁出什么？有没有讨论？有没有共识？你不要再怀孕了很不舒服的时候还在跟老公吵这个，太辛苦了啦！要吵前面就先吵，吵到不要结婚，就后面就没这些事，对吧？吵到不要结婚。对啊，大家不要真的这么害怕结不了婚，你跟不适合的人结婚才是你一辈子的梦魇，好不好？难怪有那
那句话嘛，就是婚后的泪水就是你婚前脑子进的水嘛。对，因为你婚前只怕结不了婚，那你后面就是一堆狗屁拉渣的事情，那这样子有比你单身快乐吗？所以我不是在说不要结婚，而是适不适合结婚，就是在靠讨论这些事情而决定它适不适合的啊。好，然后育婴假谁要请？你请还是他请？请多久？那育婴假的期间经济是谁要来 cover？ 那你减少的这个经济你自己是 OK 的吗？还是他会觉得就理所当然，你带小孩你扣薪啊？然后呢，你得到小孩，那他也得到啦。你减少的薪水跟存款影响你之后的财务或理财，这个成本是怎么算？因为都女生在承担啊，然后男生就不跟你算，然后你要跟他算，他就觉得你很计较。其实这样就不要生。所以这个等于是育儿相关的成本风险你一人扛起，然后他觉得他有在赚钱，也是 share 的。可是这好像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甚至他觉得他付这个家的所有开销。可是女生会不会觉得我原本有升迁的机会，我因为结婚生下孩，我要放弃那个机会？那我不想啊。那大家有没有办法谈？还是他理所当然觉得你就是要生小孩啊，这些就是该你处理啊？然后我已经赚钱了，你为什么还意见那么多之类的？这样的情况下生，你甘不甘愿？你开不开心？你觉不觉得值得？如果你生得很不甘愿、很不开心，然后小孩已经在肚子里了，你要怎么办？你就没有回头路欸。好，那之后小孩谁来带？如果小孩要请保姆或去安亲班等等，这个费用怎么出？都要谈欸。不要小孩在肚子里的时候才要谈，然后谈不拢的时候怎么办？气死欸！气到不想生欸！气到捶肚子欸！对啊，女生不要把自己逼到这个绝境，因为小孩是在你肚子里，会比较气的一定是你啊。他随时可以觉得，不然这样不要生啊，不然离婚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离婚，那你的人生不是整个被大转弯跟大改了吗？那你承担的这么多，你婚前不用更谨慎吗？你还要说想太多了吧？想这么多怎么结婚？后面的风险你自己要承担，自己要扛哦。第6点，以后小孩是打算穷养还是富养？你们是虎爸虎妈的管教方式，还是放羊吃草的管教方式？两个人的教育风格也都不一样哦。国小、国中、高中要念公立还是私立？你们两个有共识吗？不先想好就吵哦，就来吵哦。然后学业部分是会很重视吗？还是觉得没差啦？不是只有读书才是最重要的，这也会吵死哦。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学历很重要，就是要念书；有些人觉得不要这样逼死小孩，成绩或学历不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事，三观健全比较重要。会希望要补习吗？要家教吗？还是不要花这些钱跟时间？应该小孩要把握时间去玩或户外运动。很多夫妻都在吵这个哦。一个认为要补习，周末就给我补习去上家教；一个认为周末我们就该出去玩，去享受我们的生活，去旅行啊。怎么办？小孩要听谁的？然后你们就一直吵给小孩看，就是太多事了。那要有一个健全的家庭跟融洽的夫妻关系，就是要先找到共识啊，有共识再结婚啊。那小孩夹在完全不同期待的父母之间，你要他怎么健康成长长大啦？第7点，任何因为生育而带来的风险或疾病，你们都有办法承受吗？无论是在妈妈身上的还是小孩身上的，你们有没有办法承担？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。好，例如产妇很可能在生育的时候得到各种疾病，甚至麻醉本身也是有很大风险的。自己去查，有人在麻醉的时候可能离开了，甚至残废了。你们能不能面对？我甚至有朋友跟她老公讨论过，万一生产的时候发生问题，留我还是留小孩？你们能讨论这个吗？你是要留小孩还是留妈妈？你们有没有共识啊？如果你觉得留我，因为小孩我们可以再生，然后他却觉得要留小孩呢？又或者你觉得没关系，留小孩我没关系，可是他说不行，小孩我们可以再生，我不要失去你。你们有没有讨论过？这是我朋友跟她老公讨论过的。你们能不能商量这种生老病死的事？没有办法，你结婚你确定，然后如果不是你是小孩生出来有什么问题，你们要负担一辈子的。好，随便讲，例如唐氏症，他可能这辈子就只会有6岁的智商或发展迟缓等等，你们能不能一起面对？经济能力能不能承担？这是有可能的，对吧？如果发生这种事，要能讨论呢。我也有朋友在产前住院1整个月，打针打到全身都水肿，任何有血管可以扎的地方都是针孔，然后觉得自己真的很痛苦，像坐牢一样。这个期间，你的先生是什么态度？如果他漠不关己，你那时候会不会很后悔？他也说他生小孩之前，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承受这么多。他躺在那边1个月，他说他真的很难不生气、不忧郁。为什么我这么辛苦？然后我老公无事一身轻，我心里还是难免的觉得，为什么我这么辛苦？他觉得好不公平，好不公平，好不公平。他有点后悔决定生小孩。可是谁知道，也不是你老公造成的，他也不想看你这样。但是你难免就是有这些负能量，这些你都要先想一下。如果你觉得有可能会变成那样，那我没那么想要生小孩，你也要去面对你自己的心态，也不要硬生啊。因为有时候陪伴只是最基本的，却解决不了你生理上面的痛苦，甚至心理上面的痛苦的。他当然有来陪你是很好，可是有些人难免还是产生了很多负能量，甚至产生了产后忧郁或之后一辈子的心理疾病。你们有没有办法面对跟承担？他打算怎么面对跟承担？如果是我就问他，如果我那样，我这辈子就是产后忧郁，然后很痛苦，或我发生什么残疾，然后会造成以后我们家庭的负担一辈子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你会觉得怎样？他现在讲的都未必是他以后真正的态度，但是我还是要听，我还是要跟你商量过。那如果我发现我们的经济能力完全承担不起任何风险，无论是我生病的风险还是小孩生病的风险，我不敢生，因为我们根本承担不起、负担不起，然后我还无法避免这个风险的时候，那我不敢生，我会这样啦，因为这是比较理性的考量。你不能赌嘛，你不能赌你的一辈子或小孩的一辈子嘛。好，这集我们不是要吓大家啦，就是要大家有风险管理的观念啦，有这些观念，有这些共识，你们的婚姻才会走得长久，才会走得愉快啊。
好，我来问一下大家问题咯。今天这7点，你有没有想过呢？有没有很多都是你从来没想过的？那有没有打醒你什么呢？那第二点是，你觉得哪一点最重要呢？只要这一点没共识，你是一定不会跟他生小孩的呢？我推荐会对你很有帮助的会员影片，我会这样爱孩子。这里面讲到了我是怎么样去爱小孩的，你可以借由这集去想想看自己对小孩的认知跟定义。如果跟男友一起看，也可以互相讨论。第二个，避开这些育儿陷阱，这个是我提出，我觉得很多父母都会犯的陷阱跟问题，可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，然后婚后才会吵翻天。建议大家生小孩之前先看一看，理解一下，搞不好你自己就有这些问题。第三个，让小孩知道你的辛苦，很多人都觉得小孩不懂感恩啊什么的，怎么样让小孩知道自己的辛苦，可是又不情勒他呢？这边有提供我自己的个人想法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